2025年刚开了个头，中国房市就彻底炸了锅。短短2个月，中国法拍房数量像做了火箭一样狂飙，房价腰斩，房贷断供潮席卷全国，留下无数家庭的眼泪和破碎的人生。曾经的安居梦，如今成了噩梦。银行急得跪地求饶，求你别再断供了。可老百姓却只能苦笑，谁还有钱还债啊？先来看一组吓死人的数据。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法拍数据库的最新监测，2025年1至2月，全国法拍房挂拍量累计达到惊人的 17.2 万套，同比2024年同期的 16.5 万套暴涨 4.5%。这还不算啥，业内人士爆料，实际数字可能远超这个，接近100万套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更恐怖的是，成交量却惨得像个笑话，累计成交拍品仅 2.82 万套，成交率低到 13.7%， 平均折价率 74.95%。换句话说，100套房子拍出去的不到14套，还得打7折贱卖。再往回看，2024年全国法拍房挂拍量已经高达 76.8 万套，主要是住宅和商铺。而到了2025年，这数字直接翻倍都不止。一名徐州业内人士拍视频喊话，全国法拍房快破100万了，可成交率连 20% 都不到。这意味着啥？银行手里攥着80多万套卖不掉的废铁水泥，拍都懒得拍了。徐州本地的情况更惨，成交率也就徘徊在 20% 左右，银行宁愿上门求你还点本金，也不愿费劲去拍卖。安徽合肥一名银行财务人员向记者证实，现在法拍房根本卖不动。失业潮一来，谁还买得起房？就算拍出去，后续麻烦更多，有的业主死活不搬，说这是唯一住房，法院都不好执行。银行现在只能硬着头皮给断供户开后门，还不起，延期到明年吧。利息降点也行，甚至免息都商量，可前提是你得还本金啊。这哪是银行，分明是救命稻草批发商。别以为这只是冷冰冰的数字，背后藏着的是无数家庭的血泪史。2023年6月，一张照片刷爆网络，一个小女孩放学回家，发现家门被贴上封条，哭着说：“我爸只是还不起贷款，不是坏人。”这画面看得人心酸，可现实只会更残酷。一位徐州业内人士讲了个客户的故事：2017年买房花了100万，首付30万，贷款70万，月供4100元，30年总还款150万。结果呢？大环境崩了，断供2年，房子被法拍，5年还了25万，本金才还掉5万，剩下20万全是利息。房子7折拍出去，70万到手，再扣掉诉讼费，违约金13万，只剩57万。可银行贷款还欠70万，还了57万，在减去之前还的5万本金，他还倒欠银行8万。20年青春给银行白打工，安居梦成了赌命局，输得连裤子都不剩。他叹道。武汉一名房产经纪人忍不住吐槽：“我卖了10几年房，见过的悲剧太多了。”他提到一个保利时代的业主，2019年房价巅峰时，贷款290万买房，月薪2、3万的 IT 男，日子过得挺滋润。可疫情一来，公司裁员，老婆带着孩子跑了，他送了3年外卖还债，5年还了银行几十万，房子却跌到每平米不到2万，卖都卖不掉，还欠银行270万。要是贱卖清债，他还得倒贴100多万。买错一套房，一辈子搭进去，他们错在哪？不就是被时代耍了吗？他无奈地说。网友们也坐不住了，有人留言：冷的是风，穷的是债。还有人感慨：能有个窝就不错了，房贷就是锁链，勒得人喘不过气。少点欲望，勒紧裤腰带，还能活命。房价崩盘的惨剧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铺天盖地。
深圳10年血汗归零，房子从1000万跌到500万，月供还不起了，银行账号都被冻结，连微信里最后2000块都被司法冻结，太难了。一位深圳业主哭诉。还有更惨的，深圳南门墩2008年拆迁，房子推平后没重建，安置费停发，村民只能跑滴滴送外卖糊口，疫情一来，连这点活路都没了。深圳八卦岭宿舍14万1平跌到4万，跌幅70%，这还不算最惨的。一位博主喊道。另一边，太原一位业主说，1000万的房子跌到500万，断供被查封，连命都没了。2024年5月，太原、重庆接连爆出跳桥事件，当地紧急派人看桥。7月，上海一家金融公司一女员工因降薪还不起房贷跳楼，30岁青春就这么没了。2025年，这股自杀潮蔓延到小城市，山东聊城因失业和房贷压力，接连发生跳河惨案，60万人命丧黄泉的传言在网上疯传。更悲惨的还有一位80后深圳人，2008年创业做餐饮，后来在银行干客户经理，2017年在东南亚开了30多家便利店，风光无限。2018年，他豪掷200多万首付在深圳买房，月供3万多，2个孩子，日子紧巴巴，但还能撑。可疫情一来，生意崩了，回不去东南亚，还摊上官司。一次帮朋友签空白借条，被 P2P 老板反咬一口，起诉还款100万，打官司赢了却花了20万。另一个朋友借他身份证做生意，结果被定诈骗，他也被抓进看守所蹲了几个月。这2-3年没收入，打官司打到心灰意冷，房子跌到500万，还被查封，卖都卖不了。他苦笑，一家人散了，妻儿回老家，我只能住朋友家，连房租都掏不起。原来值1000万的房子，现在法拍都不够还银行。更惨的是，他还欠外债300万，彻底成了富翁。银行也不是没辙。徐州那位业内人士爆料，有人断供1-2年，银行不查封不说，经理还天天上门拜访，求你还点本金，利息能免就免，甚至帮你找工作，只求别再断供。可老百姓哪有钱还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全国城镇失业率飙升至 6.8%， 实际可能更高。叠加房贷压力，家庭崩盘成了常态。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的报告更触目惊心，2024年全国房贷断供人数预计超800万，2025年可能突破1000万，直接影响家庭超3000万口人。光是法拍房的挂拍量就涨了200%，可成交率跌到谷底，银行手里的废房堆成山。据央行数据，2024年居民房贷余额高达40万亿，其中逾期未还款占比已超 5%， 也就是2万亿的贷款成了烂账。网友在网上哀嚎，房子跌惨了，命更惨。100万买的房，现在50万没人要，还倒欠银行几十万。还有人说，深圳跌得最狠的不是房价，是人心。富豪都去送外卖了，老百姓还能活吗？2024年悲惨排行榜上，失业加房贷加欠债加养娃加父母生病加法拍房成了标配。这位深圳人还多了一条官司缠身，堪称地狱难度。这位深圳人在看守所里见识了人间百态，里面全是老板 P2P 的，做生意的，没几个真犯罪，都是被债务逼疯的。这几年他还经历了亲人离世，一个亲戚40多岁，工厂倒了，说走就走；另一个亲戚疫情时喝酒喝死，欠20多万。生死现在跟吃饭一样稀松平常，欠10万就能毁一个家，别说几百万了。他感叹，以前有收入还不觉得，现在才知道老百姓有多苦。我房子跌了1半，还欠300万外债，深圳遍地是跳楼的，都是房贷和债务压垮的。
根据社科院估算，2025年全国债务逾期人口可能超3000万，负债已成新常态。房地产暴雷，失业潮汹涌，法拍房堆积如山，银行求饶，老百姓却连命都保不住。2024年跳楼跳桥的悲剧还历历在目，2025年这股寒风吹得更猛。专家警告，若经济再不回暖，断供潮可能吞噬5000万人口，法拍房突破200万套，连锁反应将波及物流、金融、建材等行业，失业人数或激增至8000万。有网友喊话：少点欲望还能活命，可谁给的活路？中国房市这艘大船眼看着要沉了，银行跪求，老百姓哭嚎，可这场寒冬怕是才刚拉开序幕。接下来会怎样？没人敢想，只知道活着比啥都难。